你这个叛徒！今天我代表政府，代表人民，我枪毙了你！人呢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！我还没开枪，你怎么就倒下了？哎呦，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？科尔特1911，听到这个名字啊，我觉得对于枪械稍有了解的水友，应该就能聊上好几个小时。作为全世界产量最大的半自动手枪之一，1911诞生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啊，参与过几乎所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小战争。它的很多结构和设计理念呢，对于后世的手枪发展也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而1911本身呢，其实也在不断的发展革新。早在上世纪20年代，根据一战时期的经验啊，美国军方就对1911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。在1926年正式定型以后呢，命名为 M1911A1 型。那这也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角忽必烈 P4 发射器的原型。P4 首发推出了黑红和金属银两款配色，包装封面是一样的，正面印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二战时期的美国大兵 ，logo 背景是一张绿色的美国地图。要知道1911的发展刚好见证了美利坚的战争发家史，不得不说这个设计还挺有味道的。盒子里只有一包水弹和一小罐 R13C 冷媒，没有附送 P1 同款护目镜，想想觉得有点小亏啊。底下还有一本产品简介，没有玩过1911系玩具的水友啊，一定要仔细看一看。第一次近距离观察 P4， 细腻的做工肯定会让你眼前一亮。不管 K 系列做的怎么样，忽必烈 P 系发射器还是有点东西的。银色版本滑套和下身的喷砂漆面非常精致，金属小零件做出了抛光和亮面的效果。黑红版用了保护色滑套，尼龙下身模拟了钢制材料的深灰色，搭配褐色握把片和黑色小零件，喜欢哪款呢就看你自己了。从加宽的准心、扳机前方的凹面、握把背部的防滑纹以及加长的枪尾突出部这些细节呢，可以看出 P4 的整体造型还原了 M1911A1 的外观。这也是1911流传最广的一款型号，标准的欧斯库造型。发射器主体是尼龙材质的外壳，击锤、扳机、保险和空挂杆这些小零件使用了金属材质，重量在640克左右，比原厂 P1 稍微轻一些。重心靠近握把，手感还说得过去。尼龙滑套表面喷漆呈现磨砂质感，和抛壳窗里的亮银色形成明显对比，处理很细腻，只是边角处啊稍微有点磕碰就会掉漆。这个问题在红黑版本的滑套上也会出现。左侧的凹刻铭文显示，这支1911A1复刻的是科尔特公司在哈德福德工厂生产的军用版本。经典的科尔特马标刻在滑道尾部的防滑槽后方。很有意思的是，银色版本的铭文使用了1911早期型的刻字顺序，而红黑版本的马标刻在了铭文中间，对应的是后期型的1911A1。当然了，忽必烈自己的 logo 也是少不了的。空挂卡槽很小，强度有待检验。抛壳窗里可以看到打着质检钢印的枪管座，这个亮银色的喷漆，乍一看还以为是金属件啊。不过拉开滑套呢，就会发现外管是尼龙材质，这个漆面做的可以说是以假乱真了。滑套背部刻出了内藏式抓壳钩的边缘，当然只是一个纹路罢了，并没有分件。击锤金属材质，半待机保险功能齐全，顶部有 A1 型标准防滑纹。1911A1 上独特的 Partridge 方形缺口罩门是 A1 型一个比较重要的改进，经过加宽准心以后，瞄准更加迅速。罩门是金属材质的独立分件，表面有黑色半消光漆面，还原的很不错。整个滑套拉动和释放都比较顺畅，附近簧的弹力比威尔特 M1 要大一些。一体下身同样是尼龙材质，横木线进行了隐藏处理。银色版本的下身和滑套一样，采用喷砂漆面。红黑版的枪点灰色，金属质感要更强一些。握把两侧带有菱形防滑纹的握把片，是基于一战时期使用的经验进行改进的，左右都有2颗不锈钢螺丝固定，可以自己更换第三方握把片。扳机、空挂释放、滑套保险和握把保险这些小零件都是锌合金材质。银色版本采用亮面喷涂，红黑则是细腻的喷砂工艺。我个人呢更偏向于后者的触感。手动保险是1911手枪的特色之一，主要作用是在上膛以后同时锁住击锤和滑套，保证膛内带弹弦性的安全。击锤归位的状态下，手动保险是无法闭锁的，必须要上膛以后才能闭锁，
P4 对这个细节也做了还原。前2期视频中，现代款191都增加了双面联动保险，而191A1只有左侧带有保险拨杆。握把保险尾部的突出部在 A1 型上得到了加长，配合握把背部隆起的防滑条纹，更加方便握持。扳机行程很短，前端纹路和空挂杆一样，防滑效果不错。底部的挂绳孔在现代枪械上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，这个金属结构呢，看起来还挺结实的。可能是装配公差的原因啊，银色版本的弹匣释放钮按起来非常生涩，经常会卡住弹匣，不得不大力出奇迹。弹匣采用了191标准的7发单排供弹造型，做工看起来蛮精致的，纤细的造型非常漂亮。外壳应该和 P1 一样是锌合金压铸。出气阀增大了敲击面，流量应该比 P1 要稍大一些，但受限于弹匣体积，储气量只有不到20克。载弹量14发上下，爆弹嘴吸收了 P1 的经验，增加阻弹设计以后，即使弹径偏小也可以爆得很紧。相比格洛克1911带有外置击锤的外形，其实更加符合我们对于弹匣供弹手枪的印象。事实上，现代手枪的设计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1911的影响。作为一款外形和功能高度还原的玩具， P4 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金属质感，但精致的做工也能带给我们一些百年经典的味道。玩1911当然要配上一副皮质枪套了，揣在怀里感觉立马就出来了。但不得不说的是，忽必烈在 P4 的用料上仍然显得不够大气啊！众多的锌合金铸造件让人难免对强度和寿命产生怀疑，而且掉漆的不仅是滑道喷漆，金属小零件的漆面也会很快磨出战损的效果。不过这次 P4 的打磨确实要更加成熟，加上外置击锤本身阻力要小一些，使用原厂 134A 回膛运作顺畅，基本上速射一个弹匣仍然可以正常空挂，气化能力呢确实有一定提升。后坐力比 P1 稍大，但没有 MSD 2011那么强硬。使用滴滴工坊的磨砂弹，初速在50到60之间，和包装盒上的标注完全一致。虽然偶尔还是会出现碎弹和堵弹的现象，但总体上呢，供弹还是比较稳定的。忽必烈 P4 模拟了经典191的偏移闭锁枪管，拆解方式也和威尔特 M1 区别不大。把空挂杆、附近簧、枪管依次拆下，就完成了 P4 的简单分解。滑头内部空挂侧装了一条金属轨道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强度。尼龙外管加上亚克力内管，又是忽必烈的经典味道。我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内管做的近弹坡稍显粗糙，可能这个就是偶尔出现碎弹的原因啊。仔细看内管座的底部，这有几个小字母，显得意味深长。别问我这是什么意思啊，我真的不懂。中身和内构都采用了锌合金铸造，结构和上古玩具基本相同。忽必烈 P 系列的题材啊，每次都能抓住水量市场的痛点，应该说商机把握的还是挺准的。那不论是真铁还是 Airsoft， 1911其实都是永恒的题材，各式各样的延伸型号多如繁星。开辟这个型号呢，自然是会受到特别的关注。作为水弹市场上首款经典1911 P4 的完成度呢，我个人觉得至少是及格的。那至于优不优秀呢，就看你的钱包鼓不鼓了。反正这个爷爷辈的型号，我想爱枪之人不可能不动心，对吧？威尔特 M1、MSD 2011和忽必烈 P4 这3款发射器的原型系出同门，却也各有亮点。大家对这3款发射器都有什么看法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这期视频过后，1911三部曲正式拉上帷幕，下面就是期待已久的鹰虎大战了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